好，那今天要来介绍两款 CP 值非常高的入门款的蓝牙耳机，分别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爱厂之一 Archi 的 Move Mini， 还有 Archi 的 Move Mini Pro。那这款 Move Mini 的售价不到1000元，非常的惊人。那这款 Move Mini Pro 呢，更是支援了主动式的降噪，但它的售价不到1700啊。所以说，不论你是想要体验人生第一款蓝牙耳机，或者是第一款的主动降噪耳机，都不要错过这部影片。那老样子，我们在这部影片呢也会有抽奖活动，所以说不要错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。那首先盒装的外观走的就是这种干净利落的风格，那一打开你就会看到充电仓的本体，里面的内容物的话包含了额外的2组耳塞，所以总共有3组。那走的是这种薄型有弹性的，那还有附赠了一条 Type C 的充电线以及一本说明书。两款充电仓外观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走这种简约的风格。那在充电仓的顶部和背面连接处都有设计了反光的设计。那我个人蛮喜欢顶部的设计，就让我觉得蛮科技感的，但是同时也会让我想到秃头的感觉。蛮有趣的设计。底部的话，两款都分别有一个指示灯和一个 Type C 的接口。那这两款充电仓都不支援无线充电。这两个充电仓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于 Type C 接口旁边的按钮。那 Pro 的部分的话，多了一颗实体的按键。那这款按键在你重置配对的时候会非常方便，长按就可以进入配对模式。那耳机的部分的话，走的是入耳式的，但是整体的体积并不会太大。那有着一根收音杆。那整个的外观都是走这种黑色的风格，非常的简约。我觉得整个外观的感觉非常的不错。话说一开始我会觉得 Move Mini Pro 的命名很奇怪，就是它又 Pro 又 Mini， 感觉这两个东西应该是一正一负抵消掉。那后来我才发现说 Move Mini Pro 的 Mini Pro 应该是想要强调它的 Mini 的部分，就是轻巧部分，但是又想要同时强调 Pro 的部分，也就是主动降噪的部分。那这两款耳机的重量都非常的轻 ，Move Mini Pro 的重量是 4.2 克，那 Move Mini 是4克。好，那来到蓝牙耳机规格部分，首先一样的部分是两款都是走着 SBC 和 AAC 的蓝牙编码，那单体的部分都是来到10mm 的动圈单体，那防水等级都是支援到 IPX4。那接着不一样的部分的话 ，Move Mini 走的是蓝牙 5.0， 那单次使用的时间可以到达5个小时，那搭配充电上的话，总续航可以来到30个小时。那还有支援了 AI 的通话降噪。那 Move Mini Pro 的话，走的是蓝牙 5.1 的版本，那单次使用时间一样是5个小时，但总续航的话是可以来到25个小时，主要是因为它支援了 Hybrid 复合式的主动降噪，那它还额外也有支援了 ENC 的通话降噪，而且它具备6个收音麦克风，所以说通话表现是蛮令人期待的。然后接着就来讲一下我整个使用一阵子的心得。首先整体的佩戴感觉非常的不错，虽然说走的是这种入耳式的感觉，不过我个人会觉得它不会这么过度的入侵你的耳朵。那个人来讲，我还蛮喜欢这佩戴的感觉，算是舒适的佩戴感，而且它整体的收音感并不会到太长，所以说你整体戴起来的感觉，不论是外观或者你实际的感受都还蛮不错的。那接着来到它操作的部分，它采取的是这种触控式的操作，那基础的操作基本上 Mini 都有。那不过 Pro 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它多了一个主动式降噪的部分，所以说它牺牲了音量的调控去做到主动降噪的开启和关闭，我这一点会觉得有点小可惜。那此外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两款耳机它都有单点的触控，就是你点一下就可以做暂停和播放的部分。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单点触控，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可能会有误触的部分，不过我觉得只要使用的习惯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我会希望它这个触控可以稍微再更灵敏一点会更好。然后连线的部分的话，两款的稳定度都还蛮不错的，基本上只要你打开盒子就开始连线，那听歌或者是看影片基本上都感觉不太出延迟。那我个人会觉得 Pro 的部分延迟感会更低一点。然后接着我还有实测了两款的通话降噪，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两款的通话表现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测试这个 Archi Move Mini Pro 的通话收音。那我人是在一个十字路旁边，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吧，我觉得车流量稍微少了一点。然后我人是在一个十字路旁边，那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点，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吧。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听看说这个通话收音的表现是不是你可以接受，是不是你喜欢的。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个收音的通话表现是你可以接受的。好，那我想额外讲一下 Move Mini 的这个主动降噪的感觉。首先这一款，我个人会觉得它开启之后，主动降噪的落差感是有做出来的。不过它开启之后的底噪稍微大了一点点，会有一点点干扰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听音乐的话，只是单纯开启它的主动降噪，你的世界会有一点点噪音的感觉，就并不会说是完全安静。这点是稍微有点可惜。不过考量到它才1690元，所以说我个人会觉得，如果你是没有使用过主动降噪的人的话，这款
款是非常值得体验看看，你可以体验到世界变安静的感觉，也就是主动交通最大的乐趣所在。那再来是音质的部分，首先 mini 的部分，它的推力很够，低音也很足，那是属于低音比较偏重的耳机，所以我个人会希望说它的低音的量可以再更少一点。不过整体感觉来讲，它的音场蛮不错的。那不要忘记，它才不到1000块，所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现。那 Mini Pro 的部分的话，不愧是 Pro， 就是表现又更好。它低音的量会比较平均一点，那但是它该有的弹性和推力也都没有少。那虽然说它还是一款低音比较偏重的耳机，但是它的3频感觉我觉得是比 Mini 好上很多。那中高频的部分表现也比较好，所以说 Pro 还是 Pro 啦。那如果硬是要给这2款耳机一些建议的话，我个人会希望它在每个音符之间的清晰度可以更高，分离感再更多一点会更好。好了，那最后就是整个的心得啦。我觉得这2款耳机虽然说售价部分没有到非常高，但它在某些地方真的是该做到的部分都有做到，像是它的音质和它的做工。那我会感觉得出来说，厂商是在有限的预算底下，真的提供出他们最好的品质。所以说，不论你是想要单纯体验蓝牙耳机啊，或者想要体验看看主动降噪的部分，这2款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入门选择。好了，那影片最后老样子，我们还是要来抽奖。那这次的抽奖方式比较特别，我们只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我这部影片，还有底下留言，我们就会直接抽奖。所以说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然后我刚刚上次看我的影片，现在的订阅比例来到13%，比上次在进步了。没有订阅，赶快帮我按下去，非常感谢。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那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